打的就是精锐。乌军重创俄王牌师，作为俄罗斯军队中王牌中的王牌，第76近卫空降突击师一直是俄乌战场中俄军最致命的杀手锏。然而这把杀手锏却翻车了，而且是团灭级的翻车。11月份，这支空降师被紧急调往顿涅茨克的绞肉机红军村，试图一举击溃那里的乌军防线，但等待他们的不是摧枯拉朽的胜利，而是丢盔弃甲，伤亡惨重。那么乌军到底用了什么黑科技，硬是在兵力优势的情况下歼灭掉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俄军王牌？俄军所谓的精锐现在到底还值多少钱？很多人或许不了解第76近卫空降突击师到底是什么来头。这家伙可不是一般的天线部队，他是俄军空降兵的头牌，拥有最精良的装备、最充足的补给和最丰富的实战经验。在俄军的序列里，就是用来打硬仗、打攻坚战的尖刀。其血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的第76近卫步兵师，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柏林攻势，战绩显著。最传奇的一次战役，则是在2000年，90名突击师士兵硬刚2500名车臣悍匪，还不落下风。但在上个月，克里姆林宫为了稳住红军村攻势，立马从扎波罗热方向紧急抽调这支本该用于战略决战的预备队，火速驰援红军村。普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这波微操直接将这张王牌葬送了。俄军的算盘打得很精，利用第76师的强悍战力，给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乌军第7快速反应军来上这致命一击，彻底打通向西推进的道路。实话实说，俄军这波操作没有问题。之前乌军为了在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发起反攻，抽调了手里几乎所有的精锐预备队，导致红军村方向兵力空虚。这时候，俄军中央集团军群在这一方向的兵力优势可能达到了惊人的5比1，因此面对冲过来的第76师，乌军只能被迫撤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乌军只是后撤而不是溃散。乌军很清楚，面对压上来的第76师，仅靠常规打法，乌军第7军这点人估计早就被俄军的人海战术淹没了。于是他们改变了思路，运用不对称战术打击增援俄军。看到这儿，细心的观众大概忍不住发问：乌军不是没兵没粮了吗？乌军第7快速反应军不是兵力枯竭了吗？怎么还有多余的装备和人力搞不对称作战？原因很简单，乌克兰指挥官们赌了一把，他们赌北部的苏美洲防线暂时安全。于是乌军第95空降突击旅被紧急调了过来，火速南下支援顿涅茨克。这是一步险棋，一旦苏美洲出事，乌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灾难。但好在他们赌赢了，不但苏梅战事稳住了，第95旅也让濒临崩溃的第7军暂时稳住了阵脚。更关键的是，第95旅让乌军改变了战法，既然人数火力拼不过，那就拼非对称打击。乌军利用地形将大量的 FPV 无人机埋伏在俄军的推进路线上。傲慢的第76师根本没想到乌军的操作，还在沿着公路向西北方向的格里西内村推进。结果这几公里的道路变成了他们的死亡公路，天上有无数双眼睛盯着。第76师的士兵和装甲车一露头就被无人机瞬秒，跑都没地方跑。根据基辅总参谋部的数据，仅仅在12月11日这一天，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伤亡就高达1400人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刚到前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第76师伞兵。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·布罗夫迪透露，仅仅是他麾下的无人机操作员就在那一天歼灭了505名俄军。注意，这还只是截止当天的下午，而且是单纯依靠无人机的战果。布罗夫迪对此直言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歼灭第76师的一个营，直到这支所谓的精锐彻底丧失战斗力。一个营通常有几百人，第76师虽然编制庞大，但下辖的15个营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，恐怕也撑不过半个月。在乌军的精准打击下，管你是不是王牌，在信息化的无人机面前，王牌也只能成为王牌。面对这种打击，换做任何一支正常的军队恐怕早就崩溃了。但俄军不一样，指挥层不惜拿俄兵的命做赌注，祭出了一套试图耗死乌军的战术。虽然乌军取得了一定的战术胜利，但是火力军必须强调，红军村的局势依然严峻，俄军损失惨重不假，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。相反，他们正在利用其庞大的兵力优势，实施一种被称为千咬战术的新打法。什么是千咬战术？澳大利亚退役陆军将军米克瑞安做了精准的分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俄军不再追求大规模的装甲突击，而是把部队拆散成无数个小型的战术分队，像一群群蚂蚁一样，在宽阔的战线上寻找乌军防线的缺口。要知道，乌克兰前线的阵地密度其实很低，有时候2个阵地之间可能相隔1000米，这中间就是无人防守的空当。而且乌军普遍缺乏纵深阵地，一旦前线被突破，后面就是一马平川。
一旦发现缺口，俄军就会投入步兵和无人机蜂拥而入，像水银泻地一样渗透进来。现在，俄军第76师虽然被无人机炸得抬不起头，但他们依然试图用这种拿人命换阵地的方式，一点点地蚕食乌军的防线。他们赌的是乌军的无人机总有耗尽的时候，乌军的士兵总有疲惫的时候，只要能撕开一个口子，他们就能凭借兵力优势彻底淹没对手。现在的红军村之战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意志与消耗的对决，一边是俄军不计代价的人肉冲锋，一边是乌军高效率的无人机收割。对此，乌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，兵力不足依然是他们的死穴。格里西内存目前虽然还在乌军手中，但俄军仍不断地投入兵力，甚至不惜把第76师彻底打光。不过就目前的战损比看，乌军仍牢牢占据着极大的交换比优势。乌军12月16日的通报，俄军单日再添446人伤亡，而且多为第76师的散兵。这意味着这支俄军引以为傲的精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血枯竭。发生在红军村附近的这场激战，与其说是两军对垒，不如说是旧时代战争思维与新时代战争技术的一次碰撞。俄军第76师这支承载着苏式大纵深作战荣耀的精锐部队，在无人机主导的现代战场上显得是那么的笨重和无力。他们试图用血肉之躯去对抗钢铁洪流，结果只能是被无情的绞杀。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，在这个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，所谓的精锐如果不能适应新的战争形态，如果不能掌握信息权和制空权，那么在战场上他们也只是比普通士兵更昂贵一点的炮灰而已。第76近卫空降突击师这支曾经威名赫赫的部队，在红军村这个战争黑洞中已经被彻底拖下了水，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今天的红军村战报复盘就到这里。你认为在乌克兰无人机的降维打击下，俄第76近卫空降突击师什么时候会覆灭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